我想写本书《丑陋的大陆人》，我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写一本这样的书呢？大概在20年前，我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这个书不用看内容，只看书名就知道作者崇洋媚外，说作者是汉奸、卖国贼，我觉得也不为过。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您先别急，这本书是台湾著名的旅美作家柏杨写的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所以书名才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其实这本书应当叫做《丑陋的台湾人》，因为这本书中没有涉及任何大陆人的内容。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充满争议的书呢？他在这本书的序中是这样说的，他看过一本美国作家写的书，叫做《丑陋的美国人》。这本书距今比较远，是美国还未成为世界霸主之前写的。柏杨认为，就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，美国才变成了世界霸主，所以他才要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，希望中国也能够强大起来。其实他只是写了一本丑陋的台湾人，因为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大陆的事，都是台湾的事。说也奇怪，自从这本书发表了之后，台湾的经济果然就腾飞了，成为亚洲4小龙。台湾顶峰时期，控制着全世界70%的半导体产量，这一经济成就可以说刷新了历史。如果大陆每个省都能也达到台湾的经济规模，将稳稳的是世界第一，不仅是第一这么简单，而且将会是第2名体量的5倍。如果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有与中国敌对的国家，全世界中的任何一个，不要说采用军事手段，我们仅仅拿钱就能把它砸死，世界将呈现怎样一幅景象呢？中国不仅没有敌对的国家，周边的岛国、小国，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会像美女网红那样爱上榜一大哥的。我读柏杨这本书的时候，怀着一个远大的理想，一定要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之巅。我想我最应当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写一本丑陋的大陆人。为什么没写成呢？只能说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，那就赶紧收藏关注一下吧。我不保证这个视频能一直存在，也不保证你还能找到我的频道，因为写这样一本书，即使通过了审核，书发表了，放到网上也肯定会被骂死，甚至还会被打成植物人。有人说我夸大其词，这种事我一点没夸大。很多年之前，中国发生过抵制日货的游行，就有一个人就把另外一个开日本车的人打成了植物人。好像就是今年打人的这个人刑满释放了，你说可不可怕？我如果写一本丑陋的大陆人，他都不用看内容，直接就可以把我批为崇洋媚外。如果再加上翟山鹰这类正义人士上纲上线，给我定一个汉奸、卖国贼也是举手之劳。有人说翟山鹰已经逃到美国去了，不可能再兴风作浪，您别忽悠我，跑了一个翟山鹰，难道就没有其他鹰了吗？丑陋的大陆人看来是写不成，我想我就讲讲道德经吧，学习修身养性，顺便提高一下我的道德修养。我们都知道老子提倡知足常乐，但是我发现道德经中居然有很大一段讲如何成为天下之王。老子您作为一个生死看淡，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的人，没想到你这种浓眉大眼的家伙也想成为天下之王。我内心狂喜，这和我的远大理想不就不谋而合了吗？写不成丑陋的大陆人，我可以重新注释道德经啊。没成想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这个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。国内现在连讲解道德经也要限流，所以只好爬墙发到油管上了。为此我要吐槽一下国内的评审，您深深伤害了一个人拳拳报国之心，摧毁了一个人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出的努力，您阻碍了中华民族能够站上世界之巅。给我滚犊子！我才是真正的在拥护党的领导，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。我这样说，以您的智商可能理解不了，我还是举个例子解释一下吧。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想写一本丑陋的大陆人的书，审核没通过，我只好把题目改了一下，想写一本优美的大陆人的书，就通过了。这种看着正能量满满、歌功颂德的文章，其实是毒药，这种药吃多了，
反而会误了卿卿性命。我引用一句《道德经》中的原话吧：天下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例如有人面色乌青，别人看见了，就提醒他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病了就得赶快医治。没想到那人却说，你说谁有病呢？你给我闭嘴，不然我揍你。你说这人是不是不仅有病，而且脑子也不好使？人为什么害怕别人说自己丑陋，说自己有病呢？我还是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。我怕举你的例子，你会打人。我从小很瘦，所以小时候和别人吵架，别人会骂我瘦得像猴。听到这种话，我就会起很大的反应，一定会骂回去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为什么会有反应呢？就是别人说中了。例如有人骂我肥得像猪，我不仅不会有反应，还会窃喜，不由得挺胸。难道我长大了一点？这么可爱，一定是吃可爱多长大的，对不对？良心点。如果你是一个胖妞，听到有人说你肥得像猪，我敢保证你一定非常恼火。人为什么怕别人说他丑陋，说他有病呢？就是因为他确实长得丑，而且有病。防民之口犹如防川，大禹治水，大家都知道重在疏浚，堵怎么能堵得住呢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江山社稷，说是说不垮的，但是有病不治，真的会垮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中国历史历经无数次朝代更替，哪一次不是换汤不换药呢？如果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就不能再重蹈覆辙，推倒重来了，而要突破这个怪圈，需要执政者有博大的胸怀，听得进民生，还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，敢于突破既得利益者想世袭罔替的阻力。如何让中华民族站上世界之巅，也是历史赋予当今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使命。关于这一点，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天下之王的篇章有阐述。如果您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，就请订阅关注一下，我后面会详述。